今天要讲的是日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事件之一——地铁毒气事件。它造成了14人死亡，约6300人不同程度的受伤。1995年3月20日，日本东京的市中心一辆正在运行的地铁上发生了一起无差别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往这辆地铁内释放了剧毒化学武器沙林毒气。这场袭击造成了14人死亡，约6300人不同程度受伤。而制造这场袭击的罪魁祸首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邪教组织的头目麻原祥子在1984年创办了瑜伽学校奥姆真理教。麻原祥子于1955年3月出生在熊本县八代市，因为视力障碍，他就读于县立盲人学校。1978年结婚后，从事着药品销售的业务。1982年左右，他开始热衷于佛教和瑜伽，并以麻原祥子的名义在东京开设瑜伽课程。1984年，他成立了奥姆真理教协会。他在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上发表了一张自己悬浮的照片。他宣扬通过训练你可以成为通灵者，并在1986年开始声称自己通过在喜马拉雅山的训练获得了最终的解脱。1987年，他的教会正式更名为奥姆真理教。他称自己可以和教会的主神通灵，以此来稳固自己在邪教中的绝对地位。他一边煽动人们对战争的恐慌，一边又说他的教会可以通过将解放的人民分散到世界各地来防止核战争。他的邪教主要招收对通灵和来世感兴趣、对现代社会感到焦虑或不满的年轻人。1988年，他教会的僧侣人数已经达到了100至200人，信徒人数也在200人左右，还有3000至4000名非专业会员。除了富士山总部和东京总部外，他还在大阪、福冈、名古屋、札幌和纽约都开设了分支机构来扩大他的影响力。1988年12月，他开始宣扬世界末日是不可避免的，来激起人们的末日感。麻原祥子认为，奥姆真理教想要扩大影响力就必须得到政治权力。然后他与其他24名高管一起参加了1990年2月的众议员选举。尽管麻原祥子的邪教一直在快速扩张，但他在东京市中心唱歌跳舞的竞选方式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そ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の異様さはさておき、消費税廃止、教育改革など。麻原祥子只得到了1700张选票，最终惨败。更让他羞辱的是，他的一些教会成员甚至没有为他投票。根据推测，他对世界末日的激进言论可能妨碍了他们获得公众选票的能力。然而在选举惨败后，麻原祥子变得更加暴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的危险活动变得更加恶劣。麻原祥子宣扬一个人可以达到多个意识层次，当然他声称自己已经拥有了最高的意识层次。他要求其他加入教会的成员要遵循他们至高无上的神圣教诲，提高他们的意识水平。教会成员不得不把自己的世俗财富交给麻原祥子，并且接受所谓的生存训练。在这种训练中，成员被长时间的浸入水中，滥用药物，受到心理创伤。麻原祥子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日本和美国将会爆发一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他相信这场战争标志着末日的开始，人类的终结。一些看清真相的成员试图离开这个邪教，但他们会遭到残酷的对待，甚至会被谋杀。而公开发表反对邪教的外部人士也会遭到奥姆教会高级成员的暗杀。麻原祥子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来激励成员，他声称自己能够随意漂浮并在房间里飞行。然而在所有提供的照片中，很明显他要么是从地板上跳起来，要么照片是被修改过。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成员加入邪教，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动画工作室，制作了一部名为《超越世界》的10集动画片。这部动画片主要宣扬了教会和麻原祥子追求至上真理的故事，加上他多次在电视上露面，使奥姆教会的招募活动非常成功。到了1990年代，奥姆教会不仅招募到了青年成员，还吸引了一些有成就的专业人士，包括化学家、科学家、生物学家，甚至是日本自卫队的军官。1992年，为了招募更多的人，麻原祥子和一些教会成员去了俄罗斯的莫斯科，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教会的分部。这一举动使得教会的成员数量迅速激增到了2万人。他们还与俄罗斯的几位政府官员建立了联系，比如当时的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和主席哈斯布拉托夫。
随着奥姆教会在日本和俄罗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麻原祥子决定以新的方式扩张邪教。在与俄罗斯的官员建立联系后，麻原祥子获得了各种军事武器、人员和培训的通行权。由于奥姆教会相信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该教会开始迅速军事化。在1990年代，奥姆教会计划制造1000把 AK-74突击步枪和相应的弹药，并且还给200多名成员进行了军事训练。教会似乎正在为战争做准备，虽然他们生产枪支的计划失败了，但在另一种武器方面，奥姆教会获得了更大的成功。1993年，奥姆教会开始获取资源，大规模生产沙林。这是一种无色无味的神经毒剂，接触皮肤后会导致呕吐、失去意识、抽搐、瘫痪和窒息。除此之外，该教会还开发了生物武器，如肉毒杆菌毒素和炭疽病毒。他们准备在东京发动第1次重大化学袭击。1993年6月23日，在东京归户地区，居民向当地卫生局报告有一股刺鼻的气味。执法人员发现气味来自该地区一座8层楼的建筑，据称那是奥姆教会的总部。气味在第2天仍然存在，居民们对奥姆教会的做法感到厌烦。他们向当地卫生局提出了41次投诉，要求调查气味的来源。当局请求进入教会总部调查气味，但是遭到教会的拒绝。在经历了118次居民投诉以后呢，麻原祥子和他的邪教被迫离开了该地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该教会仍然在不同地区测试他们的化学武器。1994年6月27日，奥姆教会将目标对准了松本市的3位法官。这3位法官在一起土地纠纷案中判决不利于该教会，因此他们成为了教会的主要目标。奥姆教会的成员驾驶着一辆制冷卡车驶入了松本市的一个小区，他们释放了卡车中的沙林毒气，气体在空中自由漂浮，社区中的居民都受到了影响。5人被发现在家中死亡，有2人送医后死亡，另1人陷入昏迷长达14年，直到2008年才去世。这次袭击后，有274人接受了医院治疗，这是奥姆教会当时最大规模的袭击之一。警方的调查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线索，奥姆教会成功地伤害了数百位居民，并造成7人死亡。与此同时，他们也首次测试了他们的沙林毒气，对他们来说已经准备好袭击更大规模的目标。1995年3月20日的早晨，5名携带沙林液体的教会成员在东京搭乘了3条不同路线的地铁。这3条路线会在市中心的站点交汇，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日本市民经过这里。该站距离东京的外交、财政、劳动和卫生部以及东京警察和国家警察局都很近，暗示了奥姆教会对日本政府的仇恨。他们决定在上班高峰期实施计划。48岁的林康夫搭乘了日比谷线的列车，在乘坐了3个站后，他们伞间刺破了2个液体沙林包，然后下车。沙林气体渗入了地铁列车的空气中，车厢内的所有乘客都吸入了这种毒气。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列车继续按原定路线行驶。乘客多次投诉有异味，并且有液体流到了地板上，这辆列车被迫停止运行。由于沙林气体的浓度非常高，且弥漫在狭小密闭的空间内，乘客们很快就感到了不适，无法控制的咳嗽、呕吐，最终导致窒息。与此同时，31岁的管濑健一在丸之内线的列车上乘坐了4站后，刺破了他的沙林包，2名严重受伤的乘客被带离。尽管如此，该列车仍然继续行驶。在同一地铁上，几乎同一时间，32岁的横山真人乘坐在第5节车厢，4分钟后，他刺破了沙林包，然后下车。由于横山的沙林包没有破裂，所以乘客和员工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到达终点站，车站工作人员发现了沙林液体，他们迅速擦拭地板，继续按原定路线行驶了1个小时，最终在上午9点27分停止了运行。这次袭击是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事件之一，造成14人死亡，约6300人受伤。袭击发生之后，媒体开始大肆的报道，结合之前民众的举报，奥姆真理教迅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3月22日，也就是地铁毒气事件发生的2天后，东京警察厅出动了约2500名防暴警察，对东京和2个县的邪教窝点同时进行突击检查。警方发现了各种爆炸物、化学武器、非法药品。他们还在建筑物的囚室内发现了被囚禁在这里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反对奥姆教会的人员，或者是与逃脱组织成员有关的人。
随着追捕行动的展开，教会的一些骨干成员逐步落网。大约在2个月后，警方在奥姆教会的一个总部发现了邪教头目麻原祥子。1996年4月，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始了此案的审理，共有192名邪教有关人员被起诉，涉及的地铁毒气事件和松本市毒气事件。邪教头目麻原祥子被控谋杀，造成13起案件，27人死亡。审判中，他坚称自己无罪，称这些事件是我的弟子造成的。2004年2月，东京地方法院裁定整个事件是由麻原祥子策划，事件的动机是试图通过军事化来扩大宗教团体的权力。法官判处他死刑，并说夺走这么多人生命的罪行是愚蠢和公然的，应该受到惩罚，并给予最严厉的谴责。麻原祥子提出上诉，但被驳回请求。在历时7年零10个月的一审过程中，麻原祥子始终没有透露案情的真相。案件一开始就指出科学精英听从大师的指示，但判决书中没有提及任何精神控制的影响。该案件中被起诉的其他邪教相关人员，13人被判处死刑，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81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7人被判处缓刑，3人被罚款，2人被无罪释放。被判处死刑的13名罪犯已于2018年7月全部被处决。